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在一处偏僻的公路上闲逛，他们打算找个隐蔽的地点进行秘密约会。可是，在进入树林后，他们发现了可怕的一幕：一名受伤的女性倒在了地上。由于情况紧急，他们立即把受伤的女子送往了医院，但是由于伤势过于严重，最终她还是离开了人世。警方在介入调查后，确定这是一起刑事案件，但是由于缺乏线索和有力的证据，导致案件一直没能侦破。直到案发的几十年后，相应的破案技术有了发展，于是他们重启了案件的调查。可是当警方准备使用新技术破案时，他们发现当年那些关键性的证据已经找不到了。证据的丢失导致案件无法顺利开展，眼看就要成为一桩悬案。但是警方并没有轻易放弃，他们还是进行了最后的努力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凶手被抓到了吗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斯诺霍米什郡。该地区位于西雅图以北30公里，是华盛顿州第3大县。这里的居民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普吉特海湾附近，在它的东部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山区。案件主人公乔迪出生于1952年6月5日，案发时20岁。乔迪是一个外向开朗的女孩，她很喜欢小动物，也非常热爱户外运动，尤其是对马术特别痴迷。为此她自己也养了一匹马，她取名叫沙特。她的马被寄养在距离他们家10公里外的一个马场里，平时只要她一有时间就会到马场里骑马。成年后的乔迪爱上了吉姆，他们青梅竹马，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。吉姆是一名护士，在一家医院工作，乔迪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未来他希望能与未婚夫在同一家医院上班。可是在接下来的某天，所有的梦想都被无情地摧毁了。1972年8月23日下午5点30分左右，一对情侣正驾车沿着一条泥泞的山路行驶，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完美隐蔽的地点，打算进行甜蜜的约会。可是当他们开进森林的深处时，一根横在路上的原木挡住了去路，于是他们下车准备移开这根木头。可是当他们走近后，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。在原木的后面躺着一名几乎赤裸的年轻女性，女子的头部中了一枪，她大喘着粗气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由于情况紧急，他们没有时间在这里等待救援，于是这对情侣把她抬上了车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附近的医院。虽然这对好心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想要挽回她的生命，但是还是由于时间太迟了，这名年轻的女性在急诊室被宣布离开了人世。此时得到消息的警方也迅速赶往了医院，他们对这对情侣进行了简单的采访，之后他们一行人又回到了案发现场。案发现场位于一个非常偏僻的森林深处，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辆损坏的自行车以及一个裤夹，另外还有2条汽车的轮胎印记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其他的线索。由于这名女子的身上并没有任何能证明她身份的证件，所以警方一时间也无法确定她的身份。不过在晚些的时候，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，这名报警人自称是本地的居民约翰。约翰对警方说，他的女儿乔迪在当天下午骑着一辆自行车去附近的马场时失踪了。通过约翰的描述，警方判断先前发现的那名女子很可能就是他的女儿，于是警方邀请约翰来到了医院。经过约翰的确认，这名女性正是他的女儿乔迪。看到女儿发生意外后，约翰痛苦不堪。警方在安抚了他的情绪后，向他询问了他最后一次见到乔迪的时间。约翰表示，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乔迪和往常一样准备去马场骑马，平时都是由他的母亲把他送到那里，但是这天刚好他的母亲有事需要外出，于是乔迪才决定自己骑车前往，没想到却在路上发生了意外。警方在征得了家属同意后，他们对乔迪进行了尸检。尸检结果表明，他死于枪伤，在死亡前曾遭到侵犯。法医在乔迪的头部找到了那颗致死的子弹，这是一颗.22口径的弹头。另外，法医还在他的体内提取到了男性的体液。由于当时还没有 DNA 分析技术，警方只能寻找其他的线索。现在警方确定了乔迪的死因以及作案的动机，接下来他们按照乔迪的行车线路进行了走访。很快他们就得到了第一条线索，一名在路边贩卖水果的商贩给警方提供了乔迪最后的活动轨迹。这名商贩表示，他在下午5点左右看到过乔迪骑车经过了这里，当时他看起来似乎是迷路了。这名商贩非常确定发现他的时间，
因为他说，通常在人们下班的这段时间，生意是最好的，所以他非常肯定。这名商贩的水果摊距离案发现场只有几百米的距离，因此警方获得了乔迪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5点左右。结合发现他的那对情侣的描述，警方确定了凶手在半个小时内完成了犯罪。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，警方对案件进行了梳理。按照警方的推断，乔迪应该是骑车经过时被别人引诱或者胁迫来到了树林里。案发现场虽然距离公路很近，但是茂密的树林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，任何呼救声甚至枪声都可能没有人听到。由此判断，这个地点一定是精心选择过的，凶手应该是本地人，他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。有了这些线索后，警方开始调查在这区域内有过活动的所有人员。当警方勘察现场时，他们发现了2名可疑的男子。这2名男子带着电锯和一些其他的工具，非常熟悉地在附近来回穿梭。看到这里，警方起了疑心，他们怀疑这2名男子很可能就是凶手，因为这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，一般人根本不会来这里，加上他们还带了各种工具，不由让警方怀疑他们是回来处理尸体的。于是警方带着疑问走到了他们跟前。经过了解，这2名男子是一对父子，警方把他们分开，分别进行了询问。他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，特别是在谋杀发生时他们在做什么。这2名男子的说法基本一致，他们说这一片树林是他们家承包的，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砍柴为冬天做准备。2人都表示他们在吃过午饭后就一直在这里砍柴，并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现象。经过仔细询问后，警方打消了疑虑，这2名男子应该是误入了案发现场。在结束了询问后，警方又走访了乔迪的家人以及朋友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。另外，警方还调查了乔迪的未婚夫吉姆，事实证明他们的感情很好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并且当时的吉姆正在上班，他有非常可靠的不在场证明，于是警方也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。接着，警方又对乔迪当时骑的那辆自行车进行了检测，当地的犯罪实验室对自行车进行了仔细的检查。遗憾的是，他们没有在自行车上获得任何指纹和其他的线索。调查到这里，警方已经没有了嫌疑人，于是案件陷入了搁置。案发的2年后，警方又获得了第2条线索，一名线人向警局报告称，当地一个帮派的成员吹嘘自己侵犯并杀害了一名女性。这名嫌疑人说的细节非常充足，其中包括了受害者当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和作案时用到的枪支。通过描述，警方确定了这名嫌疑人所说的枪支是一把.22口径的左轮手枪，这与杀害乔迪的凶器属于同一类型。这条线索成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于是他们找到了这名嫌疑人。当警方询问他时，这名嫌疑人非常惊恐地对警方说道，他非常后悔自己说了这些话，实际上他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只是听说在附近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他对案件的细节都是根据新闻报道得知的。他之所以会说出这些话，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添一份战绩，他为了吸引团伙成员的崇拜才说了这些话。警方对他的话肯定是不信的，他们让嫌疑人交出了那把手枪。警方对这把左轮手枪进行了弹道测试，经过测试后发现，这把手枪射出去的弹头与乔迪体内的弹头弹道并不一致，这也就说明了这把枪不是凶器，因此也间接排除了这名嫌疑人作案的可能。虽然警方还是非常怀疑他，但是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在结束了询问后，警方只好放走了他。到这里，这起案件的进展又回到了起点。由于警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案件需要处理，因此乔迪遇害案也渐渐遇冷，成为了悬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转眼来到了2005年，这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33年了。现在的侦破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，这时的警方相信，依靠最新的技术，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破案，因为当年他们保留了凶手的 DNA。 可是当他们准备拿着这些东西进行检测时，他们发现关键性的证据都已经丢失了，其中包括最关键的 DNA 证据和当时那枚遗留的手枪弹头。这一结果对警方来说犹如当头一棒，关键性的证据丢失，直接导致了案件无法进展。不过警方也没有轻易放弃，他们又收集了当年所有保留下来的物品，他们找到了乔迪当时遇害时穿着的衣服和靴子。警方把所有的物品收集好后，一起送往了检测中心，他们试图在这仅有的物证上寻找线索。最后的努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，
检测中心的技术员在乔迪的靴子上发现了一点残留的体液，他们切下来分析后，顺利提取到了 DNA。他们把凶手的 DNA 信息上传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国家数据库进行了匹配。在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，警方也没有闲着，他们找到了当时的嫌疑人，当年那对在树林里伐木的父子以及那名非常可疑的帮派成员，他们都被采集了血液样本，但是在经过 DNA 的对比后，这3名嫌疑人都被排除了。另外，数据库的对比结果也显示没有匹配到相关的人员，这对警方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。即使是发现了 DNA， 也没有对案件起到任何作用。由于仍然没有任何进展，于是这起案件又陷入了停滞。时光飞逝，转眼又来到了2018年。相比于10几年前，现在的技术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随着 DNA 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数据库的完善，警方又有了新的鉴定方式，那就是 DNA 遗传技术。在之前的案例中也曾经提到过这类技术，原理是通过嫌疑人的 DNA 信息在公共数据库中进行搜索部分匹配，然后再通过部分匹配的信息建立出个体之间的家族关系。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技术，警方借助它顺利破获了许多未解的谜案。于是警方把凶手的 DNA 送往了检测中心，在经过数月的等待后，警方最终拿到了结果。基因数据在经过筛选后，成功匹配到了一个叫米勒的家族。经过调查后发现，米勒家族的几名后代依然住在这个地区。老米勒一共有6个儿子，但是其中一个嫌疑最大，他就是特伦斯·米勒。特伦斯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员，他曾经因为性犯罪被当地的警方处理过。案发那年，特伦斯30岁，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人。现在的特伦斯已经70多岁了，他在家过起了悠然自得的退休生活。警方在得到这条线索后，并没有贸然行动，他们做好了一切的预防措施。警方根据他的个人履历，先去了他当年的工作单位。他的工作单位距离乔迪遇害的地方很近，而且这个地点也是他回家的必经路。这些发现无疑更加确定了特伦斯的作案嫌疑。接下来，警方需要获得他的 DNA 才可以顺利抓捕他。由于担心特伦斯不配合，于是警方暗中对他进行了监视。由于这类技术在当时破获了许多冷门的案件，因此这种破案的新闻经常被刊登在报纸的头条。警方相信特伦斯应该是通过报纸了解了这些信息，所以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谨慎，这无疑也加大了警方获得他 DNA 的难度。经过警方夜以继日的监视，他们终于在一家商场的垃圾桶里拿到了特伦斯喝完的咖啡杯。警方立即把来之不易的证据送往了实验室进行检测。仅仅1周后，警方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。乔迪靴子上发现的 DNA 与特伦斯的 DNA 完全一致。2019年4月，警方正式逮捕了特伦斯。当时的特伦斯非常淡定，看起来像是一直在等待这天的到来。但是在走进审讯室后，特伦斯并没有配合警方的询问，他否认警方对他提出的一切指控，而且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的体液会出现在乔迪的靴子上。虽然特伦斯一直不承认所犯下的事情，但是警方认为以他们现在掌握的材料足以给他定罪了，于是案件顺利进入了审判流程。在法庭上，警方向陪审团提供了所有的证据，但是特伦斯仍然拒绝承认这一切。他的律师指责法医的结论过于草率，并且声称警方没有遵循适当的取证程序。他还狡辩说，受害者的靴子上有特伦斯的体液，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。由于案件年代久远，各种证据也非常复杂，所以审判并没有很快结束。在这期间，特伦斯交纳了100万美元的保释金，他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中等待最终的结果。可是就在审判即将结束时，这起案件又迎来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。在陪审团即将宣布结果的前3个小时，78岁的特伦斯在家选择了自我了断，而他使用的武器还是那把.22口径的左轮手枪。尽管涉案人已经去世，但是陪审团还是判定了他1级谋杀罪名成立，这对警方和受害者的家属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交代。这起案件先后经历了47年的时间，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，受害者的家属经历了一次次的希望和失望，我想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。不过好在案件最终得以水落石出。可惜的是，乔迪的母亲在审判前就因病去世了，她没有看到凶手被逮捕时的样子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咱们下期见。